这是世界上最具性价比的私人飞机，736公斤的总重量只卖你200万元，是不是非常便宜？塞斯纳172搭载了一颗能爆发出200多匹马力的赖康明360横式4缸4冲程发动机，强大的马力使它的飞行速度达到了228公里每小时。虽然外观看起来与家用小汽车的发动机略有不同，但原理却是一样。燃料与空气的混合物在气缸中被点燃，所生成的爆炸力将会迫使活塞向下移动，从而带动下方的曲轴高速旋转。在这短短的时间内，气缸内部就经历了连续的4个阶段，也就是进气、压缩、做功以及排气冲程。通过仔细观察后发现，气缸内的活塞在向下移动的过程中，进气门首先会打开，燃油与空气的混合物被推送进来。一旦活塞到达气缸底部，进气门随之关闭，同一时间活塞向上移动，内部燃料空气混合物的压力逐渐变大，直至活塞到达形成末端，然后顶部的2个火花塞便释放出电火花，用以点燃内部的高压混合物。其爆炸生成的强力冲击波将会推动活塞向下移动至气缸底部，继而带动下方的曲轴旋转，最终燃烧生成的冲击力量消耗殆尽，排气门打开，活塞将内部生成的废气推出气缸。在我们常见的4缸发动机上，这种过程往往每分钟就要重复数千次，同时每个气缸都会处在不同的冲程阶段，以确保为曲轴提供连续不间断的能量。然而当曲轴在高速旋转时，一旁还有一根布满凸起的轴在保持运转，尽管它俩通过齿轮组互相啮合在一起，但它的旋转速度却只有曲轴的一半。这便是能控制进排气门协同工作的凸轮轴，它通常位于曲轴的斜上方，轴上的每个凸起可以推动一根被称为筷子的挺杆向前移动，由于挺杆的另一端与气门连接在一起，因此气门被顶开，同时每个气门的下方安装有弹簧底座，那么当凸轮不再对挺杆施加向上的推力时，弹簧便帮助气门回归到关闭状态。前面我们提到凸轮轴的旋转速度是曲轴的一半，因此发动机的气缸每进行1次4冲程运动，气门就会打开2次，并且伴随着踩动油门踏板的力道越强，发动机上方节气门的开度就越大，那么进入气缸的燃油和空气就越多，因此燃烧的就越有力，发动机运行的就会更快。位于飞机前部的进气口可以吸取大量的空气，且经过滤芯的清洁后被泵送到气缸内，用以提供燃烧时所需的氧气，而燃料则通常被存储在机翼内部。相比于空气进入气缸简单且粗暴的工作方式，燃料的输送变得非常复杂，它可以应用2种不同的系统进行控制，分别是化油器系统和电子喷射系统。尽管工作原理都基本类似，同样都是在进气阶段向气缸内供应适当比例的空气燃料混合物，但方式却略有不同。首先是化油器，油箱中的燃料首先到达化油器内部的一个浮室内等待被使用。当高速的空气从另一侧腔室的下方进入时，由于凹凸不平的舱壁形状，空气的流动速度将再次增加，与之对应的是下方将会形成一个低压区域，而浮室内的燃油则通过一个进入该腔室的喷嘴被抽取出来，然后与刚刚经过的空气进行混合。之后经过技术不断的更新迭代，电子喷射系统被发明且大范围应用了起来。它与化油器系统相比，不仅能节省大量的燃料，还间接地增加了发动机功率。这一系统主要由输送泵、燃油控制单元、起管阀、喷油嘴4个部分组成。首先，燃油从油箱中被泵送到燃油控制单元，根据油门的设置来调节所需的具体燃油量。随后，燃油被输送到一个起管阀中，重新进行分配，并从每个气缸的喷嘴中喷射出来，直到燃油进入气缸内部，才会与空气进行混合燃烧。同时，为了预防因喷嘴故障导致活塞停止工作，每个气缸都配备了2个喷油嘴，从而提高系统的效率和可靠性。夹在中间的则是用来提供火花的火花塞，它与磁电机、电线和点火开关共同组成了发动机的点火系统，其中磁电机生成的能量只能被输送到火花塞中，产生足以点燃空气燃料混合物的火花。而大多数飞机配备了2套磁电机和多组电线，如果其中一个磁电机发生故障，发动机仍然会正常运行，但运行效率和输出的功率会略有降低。除了该强大的动力系统外，塞斯纳172的整个机身采用了铝制的框架、舱壁、横梁和竖梁，这赋予了它轻巧的外形，而使用柔性钢材制成的主起落架能充分缓解硬着陆时生成的冲击力。同时，每个机翼内部都存放着一个能装满105升航空燃油的巨大油箱，为其带来超强的续航里程，甚至有的冒险者曾驾驶它持续飞行了64天。而最主要的则是位于前方的螺旋桨和机翼构成的飞行装置，多组翼梁与横梁之间的相互配合，
使机翼具备了高强度且完美符合空气动力学的形状，而比较平的下表面与稍微凸起的上表面，在切割高速流动的空气时形成压力差，再加上引脚或者安装脚产生的反作用力，就能为飞机提供所需的升力和推力。与机翼不同的是，前方的螺旋桨与发动机之间并没有使用复杂的齿轮进行连接，而是直接被发动机驱动。同时，为了确保螺旋桨各部分在工作时不会因为线速度的不同导致生成不同的推力，因此其上方的每个浆液都有一个扭转角度，并且越靠近根部角度就越大。看完这个视频，是不是觉得这架塞斯纳172定价200多万人民币并不是毫无道理的？当然，它身上还有很多复杂的结构没有讲到，期待着你买来之后咱们慢慢研究。